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它关乎我们每个人的投资组合。近年来，另类投资，比如私募股权、对冲基金，这些听起来很高大上的资产，越来越受到了大家的青睐。他们承诺了更高的回报和更好的分散化，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些好处的背后也隐藏着流动性差、估值延迟等问题。那么在这样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投资世界里面，黄金这个人类最古老的资产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了这份重磅报告，投资组合的连续统一体，重新思考黄金在另类投资中的作用。无论你是身经百战的投资老手，还是刚刚踏入投资大门的朋友，相信今天的内容都会给您带来全新的启发。我们先看报告的第4页，这里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随着传统的股票和债券的分散化效果在2022年后开始减弱，投资者们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了另类资产，而黄金正是在这个新框架下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现在请大家把目光聚焦到第4页的图表1当中，黄金与另类资产的关联性随时间推移保持在低位。这张柱状图非常直观地向我们展示了黄金与其他几类主流另类资产在不同时间维度上的关联度。横轴是4类资产类别：私募股权、对冲基金、上市房地产和私人信贷。纵轴是关联系数，这个数字越接近1，代表关系越紧密；越接近0，代表关系越疏远。不同颜色的柱子代表了3年、10年和15年这3个不同的时间跨度。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无论是短期、中期还是长期，代表着黄金的这些柱子都非常低，几乎都贴到了底部。这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黄金的走势和这些另类资产的走势基本没有太大的关系。当私募股权市场火热或者私人信贷市场紧张的时候，黄金往往在走自己独立的行情。这对于一个投资组合来说是梦寐以求的特性，因为它意味着真正的风险分散。当你的其他资产在下跌的时候，黄金可能正在上涨，从而保护你的整体财富。接下来我们翻到报告的第5页，这里有2个非常关键的图表，它们揭示了在市场的颠簸当中，黄金是如何展示其定海神针的作用的。首先是左边第5页的图表2，私募股权与公开市场的关联性随时间推移而增强。这张图表展示了私募股权在3年、10年和15年这3个时间点上与公开市场股票的关联性。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10年这个节点上，关联性达到了顶峰，非常接近1。这说明虽然私募股权在早期可能与大盘走势不同，但随着基金进入成熟期，项目寻求上市 IPO 退出，它的估值会越来越向公开市场靠拢。所以别以为投了私募就完全摆脱了股市的波动，长期来看他们还是亲兄弟。而右边第5页的图表3，黄金在市场压力下的韧性则更加震撼。这张散点图比较了在4次重大的历史危机中，全球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冲击、2018年美联储紧缩和欧债危机，黄金和私募股权的表现。图中的横轴是这4次危机事件，纵轴是回报率的标准差，可以理解为资产波动的剧烈程度。蓝色的点代表着私募股权，黄色的点代表黄金。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危机来临时，代表私募股权的蓝色点都出现了巨大的负向波动，跌幅惨重，而代表黄金的黄色点
始终稳定在1到2个标准差之间，表现出极强的韧性。这就传递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在市场最恐慌、流动性最紧张的时刻，黄金是那个能够帮助你稳住阵脚的资产。而当其他资产因为恐慌而被抛售的时候，黄金的避险属性会让它成为资金的诺亚方舟。理解了黄金的这些特性后，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来了，在我的投资组合里面到底该放多少黄金呢？报告的第6页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科学的答案，请看第6页的表格1，在不同时间框架内加入黄金能提升投资组合的效率。这个表格通过数据回测告诉我们，在一个包含股票、债券和另类资产的典型投资组合里面，加入 8% 的黄金会发生什么。表格分了20年、15年和5年3个时间段，我们重点看这2个指标，一个是风险调整后的回报，这个数值越高，说明承担单位风险所获得的回报就越高，投资效率也就越高。另外一个是最大回撤，这个数值越小，说明你的组合在最糟糕的时候亏得越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在哪个时间段加入 8% 的黄金组合，其风险调整后的回报都更高，而且最大回撤都更小。这意味着加入黄金不仅没有牺牲长期回报，反而让你的投资组合变得更加稳健、更加高效。这就像给你的跑车装上了更加先进的悬挂系统，跑得同样快，但颠簸感大大降低了。为了让大家感受更直观，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旁边第6页的图表4，黄金配置如何为投资组合提供缓冲。这张图模拟了4种极端的宏观经济冲击的场景：加息冲击、通胀飙升、股市崩盘和信贷利差扩大。深蓝色的柱子代表了没有黄金的投资组合的亏损，浅蓝色的柱子代表了有黄金的组合的亏损。结果一目了然，在每一种压力情境下，浅蓝色的柱子都明显要比深蓝色的柱子要短。这意味着配置了黄金的投资组合，在面对市场黑天鹅的时候，亏损幅度要小得多，平均减少了50到90个基点。这看似不多的百分比，在市场剧烈波动的时候，可能就是决定你能否安然度过危机，还是被迫割肉离场的关键。说完了宏观组合，我们来聚焦一个当下非常热门的领域——私人信贷。这是一种传统绕开银行的借贷方式，近年来发展迅猛。报告的第7页就专门探讨了黄金与私人信贷策略之间的关系。请看第7页的图表5，黄金提升了私人信贷投资组合的风险回报状况。这张图的横轴是黄金在私人信贷组合中的权重，从 0% 到 15% 不等。纵轴是风险调整后的回报。我们可以看到一条平滑向上的曲线，这说明随着黄金配置比例的增加，整个私人信贷组合的风险调整后的回报也在稳步提升。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私人信贷虽然收益诱人，但它本质上仍然是信贷资产，会受到经济周期和违约风险的影响，而且流动性很差。而黄金作为一个高流动性的避险资产，正好可以对冲这些风险。在信贷市场紧张、传统对冲工具比如国债可能失灵的时候，黄金可以提供宝贵的流动性，保护你的投资组合。那么我们如何提前可以预知私人信贷市场可能出现问题呢？第7页的图表6， CLO 通过上升的 CCC 级敞口揭示了信贷压力的早期迹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金丝雀的指标。 CLO 也就是担保贷款凭证，可以看作是私人信贷市场的一个公开市场的近亲。
图表中的紫色曲线代表 CRO 中3个 C 级别，也就是最高风险级别贷款的占比，虚线是 7.5% 的警戒线。历史数据显示，当这条紫色曲线向上突破警戒线的时候，往往预示着信贷市场环境正在恶化，未来私人信贷的估值可能会出现下调。对于投资了私人信贷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预警信号。而当你看到这个信号的时候，持有像黄金这样能够快速反应、提供保护的资产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进入到报告的第8页，我们看到了当前市场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这也进一步凸显了黄金的价值。请看第8页的图表7，全球并购活动呈下降趋势，和图表8，过去12个月的 IPO 信号显示退出势头降温。这两张图表共同描绘了一幅画面，无论是通过并购还是上市，私人市场的退出路径都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图表7显示，代表全球并购的交易量的紫色柱子和代表交易数量的蓝点都在下滑。图表8则显示，代表 IPO 的募资金额的蓝色柱子和代表交易数量的紫色点也大幅回落。这对于持有私募股权等另类资产的投资者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的钱被锁住的时间可能会比预期的更长，流动性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在这种环境下，投资组合中持有一部分像黄金这样的可以随时在公开市场交易、流动性极强的资产，就不仅是锦上添花了，而是雪中送炭了。它能够让你需要用钱的时候有钱可用，而不用被迫在市场低谷时折价出售那些非流动性的资产。对于我们当中一些经验更加丰富，而且对数据模型更感兴趣的朋友，报告的附录部分，也就是第9页和第10页，提供了更深层次的证据。第9页的图表9展示了一张经典的有效前沿图，这是通过数万次模拟计算得出的最佳风险回报组合的集合。而图表10则更有趣，它把这些模拟出来的投资组合按照夏普比率，也就是风险调整后的回报进行了分组，然后计算每个组别里面黄金的平均权重。结果非常清晰，随着夏普比例的提高，也就是投资组合中效率越来越高，其中黄金的平均配置权重也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简单来说，表现最好的那些投资组合就包含了更高比例的黄金。而在第10页的表格2当中，报告使用了一个叫做风险价值 VAR 的指标来衡量极端风险。这个指标告诉我们，在 95% 甚至 99% 的置信水平下，你的投资组合一个月最多会亏多少钱。报告显示，包含了 8% 的黄金投资组合，其 95% 的 VAR 和 99% 的 VAR 都显著低于没有黄金的组合。这意味着持有黄金能够有效降低你的投资组合在极端市场的事件中遭受灾难性的损失的概率。解读完这份内容详实的报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清晰的结论：在当今这个日益复杂、传统资产分散效果减弱的投资环境中，黄金的角色需要被重新审视。它不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避险工具，而是另类投资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补充性的资产。它就像一座桥梁，连接了高回报、低流动性的私人市场和高流动性、高透明度的公开市场。对于投资新手来说，记住最关键的一点，在你的投资组合中加入适量的黄金，可以在不牺牲回报的前提下，让你的投资之路走得更稳。对于经验丰富的投资者，这份报告则用详实的数据再次证明，黄金是你优化投资组合、对冲另类资产固有风险的强大武器。黄金的存在不是因为它能够复制任何一种公开或者私募资产的回报，
而是因为它独特的属性、高流动性、低相关性、危险中的韧性，能够贯穿于这两者之中，为整个投资组合提供了那一份穿越周期的定力。希望今天的深度解读能够对您的投资决策有所帮助。如果你觉得内容有价值，请不要忘了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我们在以后会给大家分享更多黄金、白银投资的相关内容。我们下期再见。